PR 速藏，2026新加坡福利核弹级升级，错过直接亏几万。失业领6000新元兜底，牙科冻卵全额报销，退休金月领3440新元躺平。无废话，全程实操干货，申请条件、流程、材料、避坑点、快速达标技巧，一次性讲死。准备升 PR 已拿 PR 的立刻点赞收藏，现在开始划重点，每一句都是钱。福利一 ，PR 首次领失业补助，6个月最高6000新元。2026年第一季度起，新加坡 PR 正式纳入 Skills Future 援助计划覆盖范围，非自愿失业者6个月内最高可领6000新元专项补助，全程线上申请，自动到账，无线下跑腿，无复杂审核，材料齐全，通过率99%。这是新加坡官方首次向 PR 开放失业福利，填补了 PR 职场保障的核心空白，堪称 PR 福利史上的里程碑式突破。一、发放标准，补助分6个月阶梯式发放。前3个月为全额保障期，每月发放1500新元，3个月累计4500新元；后3个月为过渡保障期，每月发放750新元，3个月累计2250新元，6个月合计最高6000新元。资金直接打入申请人的 PayNow 因 RIC 绑定账户，无需线下提现，无需手动申领，每月固定时间自动到账。到账后会通过短信加邮件双重通知，可实时查询账户明细。2、申请3大硬性条件，缺一不可，自查对照。一、非自愿失业，必须是被动失去工作，具体涵盖3类场景：公司裁员、部门缩编，需提供雇主出具的正式裁员通知，注明裁员原因、日期、任职年限；公司结业、破产，需提供公司结业证明、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的公司状态注销截图。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胜任原有工作被解雇，需提供3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雇主解雇信，明确解雇与健康状况的关联性。绝对排除的情况：主动辞职、自愿离职、个人创业停职、兼职、合约到期未续约、无雇主解雇证明的。下面是不通过案例：某 PR 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伪造裁员通知申请，被系统核查发现后，纳入福利申请黑名单，3年内不得申请任何政府援助。房产年值小于等于31000新元，申请人在新加坡居住的房产，自有租赁均可，以居住地址为准，年值必须小于等于31000新元。达标范围：新加坡祖屋，无论1到5房室，年值均小于等于21000新元，全符合条件。低价值私人住宅，年值在21000到31000新元之间，需查询确认。租赁房产，以房东提供的房产年值证明或 IRAS 登记信息为准。查询方式1分钟搞定，2种渠道。渠道1，用 SingPass 登录 MyInfo 个人账户，进入房产信息板块，直接显示当前居住房产的年值。渠道2，登录新加坡国内税务局官网，在房产年值查询入口输入房产地址加 SingPass 验证，立即出结果。注意，若名下有多套房产，以主要居住地址的房产年值为准，而非所有房产年值总和。3、每月达标求职积分，申请成功后需活跃求职并达标积分要求，前3个月每月需攒够10分，后3个月每月需攒够5分，积分不达标则当月补助停发，次月补够积分可恢复发放，但停发月份补助不予补发。考核周期：每月1日到当月最后1日。4月5日前可查询上月积分达标情况，积分记录可在申请平台实时查看。3、积分快速达标攻略，核心原则：优先选择高积分、低耗时的项目，结合日常求职操作顺带完成，无需额外花费时间精力。具体项目及积分获取细节：职业辅导咨询，通过 WSG 或 ERI 官方平台预约职业辅导，线上线下均可，一次辅导时长大于等于30分钟，可获4分。无每月参与上限。实操技巧：每月预约1次线上辅导，耗时30分钟，直接获得4分，再搭配其他项目轻松达标。辅导内容可结合自身求职需求，如简历优化、面试技巧，既赚积分又提升求职竞争力，双赢。提交求职申请，在新加坡正规求职平台向本地注册公司提交求职申请，一次有效申请，需填写完整岗位信息，上传简历，且公司已查看申请获2分，每月最多可获10分，也就是提交5次申请。实操技巧：每周提交1到2份申请，针对性投递匹配岗位，避免盲目投递，既保证积分达标，又提高面试成功率。提交后截图保存申请记录，以备积分审核查验。更新简历、面试，订阅求职平台，在求职平台更新个人简历，每月可更新1次，
获1分。参加企业面试，无论线上线下，一次面试获1分，每月无上限，需提供面试通知截图或雇主面试确认邮件。订阅政府求职平台或行业求职资讯，一次订阅获1分，每月可订阅多个平台，累计最多3分。实操技巧：每月初更新1次简历，参加2到3次面试，订阅2个求职资讯平台，轻松获得6分，搭配职业辅导或求职申请，快速凑满10分。政府技能培训：参加新加坡政府指定的技能培训课程，无论课程时长，只要完成课程注册并参与学习，即可无限制赚分。门课程获2分，每月可参加多门。实操技巧：选择与自身求职方向相关的短期课程，既能无限制攒分，又能提升专业技能，为求职加分，尤其适合失业后想转型的 PR。4. 申请流程：全程线上操作，无需线下提交材料，步骤清晰，审核高效。具体流程如下：第一步，登录官方申请入口，复制链接 go.gov.sg/GSSCHEME-ELIGIBILITY， 或在新加坡政府官网 Support GoWhere 搜索 Skills Future 求职援助计划，进入申请页面，用个人 SingPass 账号登录。注意，必须是申请人本人 SingPass， 不可借用他人账号。第二步，填写基本信息，包括个人姓名、NRIC 号码、联系方式、居住地址、失业日期、原工作单位信息等，所有信息需与身份证、解雇证明一致，地址需与房产年值查询地址一致。第三步，上传证明材料，为清晰扫描件，格式为 PDF、JPG， 必备材料3份，非自愿失业证明，如解雇信、裁员通知、医疗证明、房产年值证明、银行账户信息。第四步，提交审核并确认，核对信息及材料无误后，点击提交申请，系统生成申请编号，务必截图保存，用于查询审核进度。提交后不可修改信息，若需修改，需联系客服撤销申请后重新提交。第五步，等待审核结果。审核期间可通过申请平台查询进度，审核通过后会收到短信加邮件通知，告知首次发放时间及金额。审核未通过会说明具体原因，可根据提示补充材料后重新申请。5. 避坑3点： 1. 无年龄限制，退休前 PR 失业均可申请。无论20岁年轻 PR 还是64岁即将退休的 PR， 只要符合非自愿失业、房产年值达标、积分达标3个条件，均可申请，不存在年龄门槛。误区：部分 PR 认为年龄超过50岁无法申请，实际官方无此限制，只要未退休，均可正常申请，可与其他政府补助同时领取，不冲突。申请失业补助期间，若同时在领取技能培训津贴，如 Skills Future 培训补助、在职补助，如 Workfare 就业入息补助，重新就业后均可正常领取，无冲突。误区：担心领取失业补助后无法领取其他福利，实际官方明确规定，多项政府援助可叠加领取，只要符合各福利申请条件即可。3. 申请失败可补救，无需放弃。若首次申请失败，无需焦虑，可通过2种方式补救。方式1：线下协助，亲临 WSG 或 E2I Career Center， 携带所有证明材料，工作人员会1对1协助梳理问题，补充材料，重新提交申请。方式2：替代援助。若确实不符合失业补助申请条件，可登录 Support GoWhere 官网，根据自身情况查询其他援助方案，如紧急援助金、食品援助、房租补贴等，避免因申请失败而错失其他福利。福利2：医疗报销大扩容，牙科加冻卵全报销。2026年起，新加坡 P2 的 CPF 保健储蓄账户报销范围大幅扩容，冻卵、修复性牙科、长期居家护理3大高成本项目全面纳入报销，彻底告别看病贵、自费高的痛点。原需自费8000到15000新元每次的冻卵，上万新元的种植牙，现在直接刷 MA 卡报销，无需自掏腰包。同时搭配2026年医疗保险新政，保费平均降低30%， P2 医疗保障性价比拉满。3大报销板块，每个板块均有明确落地时间，需在指定时间后消费才能享受报销，具体细节如下，建议截图保存。生育相关报销，覆盖项目冻卵、胚胎冷冻、卵巢组织冷冻，全额按新加坡卫生部官方医疗收费标准报销，无报销比例限制，即符合标准的费用100%报销。省钱明细，原自费标准为8000到15000新元每次，5000到8000新元每次，12000到18000新元每次。2026年6月后 ，P2 可直接刷 MA 卡报销，无需支付现金，单次最高可省18000新元。
适用人群所有 P2 女性，无论是否已婚，是否有生育计划，只要因医疗原因，如卵巢功能衰退或个人规划需要进行相关项目，均可享受报销。注意，需在政府认证的生殖医疗中心进行，如 KK 妇女儿童医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生殖中心等。私立生殖中心需确认是否纳入报销名单，可通过 CPF 官网查询。2、牙科治疗报销覆盖项目：修复性牙科治疗全品类，包括根管治疗、种植牙、永久牙冠、烤瓷牙、牙齿修复体等。普通补牙、洗牙的报销比例从原有的 50% 提高至 80%。省钱明细：原自费标准为3000到12000新元每颗，800到2000新元每次，500到1500新元每个。报销后，单次种植牙最高可省9600新元，根管治疗最高可省1600新元。优先政策：60岁以上 P2 可优先享受该报销福利。2026年年中率先落地，60岁以下 P2 将于2026年年底全面享受，无其他附加条件。注意，预防性牙科治疗如常规洗牙、牙齿检查仍按原有比例报销；美容性牙科治疗如牙齿美白、veneer 贴面不纳入报销范围。3、居家护理补贴覆盖项目：长期居家护理服务，如居家护士上门护理、康复护理、日常照料协助等。补贴标准从原每月400新元提高至600新元，每月固定发放，无需报销，直接打入申请人银行账户。达标条件：申请人为 P2， 可为护理者或被护理者，被护理者为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或慢性病患者，需提供医院诊断证明。护理者月收入小于等于4800新元。省钱明细：每月补贴增加200新元，每年可多领2400新元，有效降低照护患病亲属的经济压力。同时，居家护理所需的耗材，如护理垫、口腔护理用品，可凭票据通过 MA 账户报销，报销比例为 70%。申请方式：无需提前申请，通过 CPF 官网或 SingPass 登录居家护理补贴板块，填写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诊断证明、收入证明，审核通过后，次月起自动发放补贴。2、报销操作：所有医疗报销无需提前申请，无需提交纸质票据，全程电子化结算，操作简单。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确认医疗机构资质。就医护理前，确认所在机构为新加坡政府认证医疗机构，可通过 CPF 官网查询认证机构名单，避免因机构未认证导致无法报销。第二步，就医时出示证件，携带个人 NRIC 卡、CPF 保健储蓄卡。就医护理结束后，告知工作人员使用 CPF MA 账户结算，工作人员会直接关联系统。第三步，自动结算报销，系统会根据官方报销标准自动计算报销金额，扣除 MA 账户余额，剩余自费部分可通过现金、电子支付，无需额外操作。补充：若 MA 账户余额不足，可先用现金垫付，垫付后30天内，凭医疗机构出具的正式票据，通过 CPF 官网报销申请板块提交补报，审核通过后，报销金额会打入 MA 账户。3、关键提醒：年报销有额度上限，超额部分自费。每个报销项目均有年度报销额度上限，如种植牙每年最高报销15000新元每人，根管治疗每年最高报销3000新元每人，超额部分需自行承担。额度上限可通过 CPF 官网查询，建议每年年初查询，合理规划就医时间。2、私立医院需提前确认报销资格，并非所有私立医院诊所都纳入报销范围，尤其是牙科诊所、生殖医疗中心，需提前通过 CPF 官网或拨打 CPF 客服热线确认，避免就医后无法报销。公立医院均符合报销条件，可放心就医。3、搭配医疗保险，降低自费压力。2026年4月起，新加坡综合健保计划附加险规则调整，附加险不再覆盖住院最低自付额，但保费平均降低 30%。建议 P2 搭配 IP 附加险，可覆盖医疗报销后的剩余自费部分，进一步降低就医成本。注意，新规则下，住院自付额需自行承担，可通过 MA 账户支付。MA 账户余额管理技巧：优先存足 MA 账户医疗备用金，确保报销时账户有足够余额。若 MA 账户余额不足，可通过 OA 账户向 MA 账户转账，转账后可立即用于报销，避免现金垫付。福利3、公积金终极升级，退休金最多翻倍。2026年1月1日起，新加坡 PR 公积金制度迎来终极升级，缴费基数、缴费率、退休金发放额3大核心指标同步提升，同时住房福利加码，PR 养老、住房双保障拉满。
月薪超8000新元的 PR， 每月公积金多存360新元，退休金最高可达3440新元每月，完全覆盖退休后日常开支。私宅换祖屋最高领4万新元花红，买房压力直接减半。缴费基数调整。2026年起 ，P2 公积金月薪缴费基数从7400新元上调至8000新元，即月薪小于等于8000新元的，按全额基数缴费；月薪大于8000新元的，仅按8000新元基数缴费。缴费率调整及每月存款变化。55岁以下 PR， 雇主缴费率17%，个人缴费率20%，合计缴费率37%。调整前，每月公积金存款等于7400乘37%，等于2738新元。调整后，每月公积金存款等于8000乘37%，等于2960新元。每月多存360新元，每年多存4320新元。55到65岁 PR， 雇主缴费率上调1.5个百分点，从原13%上调至14.5%；个人缴费率上调1.5个百分点，从原11.5%上调至13%。合计缴费率从24.5%上调至27.5%，企业负担一半增幅，即雇主多缴的0.75个百分点由政府补贴，个人实际多缴0.75个百分点，每月多存60新元。65岁以上 P2， 缴费率维持不变，雇主7.5%，个人5%，但缴费基数同步上调至8000新元。每月公积金存款从7400乘12.5%等于925新元，上调至8000乘12.5%等于925新元，上调至8000乘12.5%等于1000新元，每月多存75新元。实操提醒：公积金缴费由雇主每月自动代扣代缴，无需个人操作。月薪超8000新元的 PR 无需担心缴费金额大幅增加，仅按8000新元基数缴费，到手工资不会大幅减少。可每月通过 CPF 官网或手机 APP 查询缴费明细，确认缴费金额是否达标，避免雇主漏缴少缴。退休金发放标准。2026年起 ，PR 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 CPF Life 发放标准上调3.5%，根据55岁时的退休存款金额对应不同的每月领取额度，存款越多领取越多，具体标准如下：存满全额退休存款220400新元，每月领取1780新元，每年领取21360新元。按新加坡退休后每月日常开支1500到2000新元计算，完全可以覆盖基本生活需求，饮食、水电、交通、日常用品，无需额外储蓄。存满超额退休存款440800新元，每月领取3440新元，每年领取41280新元。该额度可覆盖退休后高品质生活需求，含休闲娱乐、医疗保健、偶尔旅行，实现躺平式养老。对比2025年标准，每月最高2800新元，2026年每月多领640新元，每年多领7680新元。未存满全额退休存款，按实际存款金额比例领取。例如，存满110200新元，全额的50%，每月领取890新元。建议55岁前尽量存满全额退休存款，确保退休后基本生活无压力。新 PR 专属福利：刚拿到 PR 的前2年，按分级缴费率缴费，第1年缴费率为正常缴费率的50%，第2年为75%，无突然涨缴压力，有充足缓冲期。例如，55岁以下新 PR， 第1年雇主缴8.5%，个人缴10%，每月公积金存款1480新元，避免刚拿 PR 就面临缴费压力。住房福利同步升级。2026年起，新加坡政府进一步优化 PR 住房福利，针对 PR 私宅屋主换祖屋的情况，推出专项恶龄安居花红，最高可领4万新元，具体标准如下：适用人群 PR 私宅屋主，无论自住还是出租，计划出售私宅后申购祖屋，需满足在新加坡居住满3年，无其他祖屋产权的条件。花红标准：出售私宅后申购3房及以下祖屋，可领2万新元花红；申购2房式祖屋，可额外再领1万新元，合计3万新元；申购1房式祖屋，可额外再领2万新元，合计4万新元。申请流程：出售私宅后，通过建屋发展局 HDB 官网提交祖屋申购申请，同时勾选乐龄安居花红选项，上传私宅出售证明、P2 身份证明。审核通过后，花红会在祖屋交付时一次性打入申请人银行账户，可直接抵扣祖屋尾款。额外福利
P2 申购预购组屋 BTO 的等候时间缩短至3年以内，同时低收入 P2 购屋者可额外领取最高8万新元的额外安居津贴，进一步降低买房压力。4. 实操建议，结合2026年公积金升级政策，给 P2 3条核心实操建议，确保最大化享受福利，避免浪费权益。1. 账户资金分配优先级，优先存足 MA 账户医疗备用金，最低5000新元，确保医疗报销时账户有足够余额，剩余资金优先存入 SA 账户。最后用 OA 账户资金规划买房、教育，如子女学费，避免 OA 账户资金过多，影响退休金积累。55岁以上 PR 加速存满退休存款。55岁是公积金退休存款的关键节点，建议55岁以上 PR 尽快存满全额退休存款22万0400新元，或超额存款44万0800新元，可通过自愿填补，用现金或 OA 账户资金转入 SA 账户的方式补足，锁定最高退休金。例如55岁 P2 退休存款还差5万新元，可一次性用现金填补，65岁后每月可多领400新元，长期来看性价比极高。定期查询账户明细，及时纠错，每月通过 CPF 官网或手机 APP 查询公积金账户明细、OA、SA、MA 3个账户的存款、支出、利息，确认雇主缴费金额是否达标，报销金额是否到账，退休金存款是否正常积累。若发现异常，如漏缴、错缴，立即联系 CPF 客服18002271-188处理，避免权益受损。3大核心福利快速回顾： 1. 失业补助 PR 首次可领，2026年 Q1 开放，非自愿失业6个月最高领6000新元，线上申请自动到账，3大条件加积分达标即可。2. 医疗报销，2026年4到6月陆续落地，冻卵、修复性牙科、居家护理全报销 ，MA 账户直接刷，每年最多省几万。3. 公积金升级，缴费基数8000新元，退休金月领最高3440新元，私宅换祖屋最高领4万新元花红，养老加住房双保障。核心避坑总结：所有福利均需通过官方渠道申请 ，SingPass 或政府官网，切勿轻信第三方代办，材料务必真实完整，避免伪造材料纳入黑名单。定期查询福利进度，及时处理异常情况，确保每一项权益都能享受到位。你最想申领哪个福利？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点赞加